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70周年的炒冷饭是说这个产线的危机意识是生出来了吗？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SH Monster Arts 红莲哥吉拉70周年纪念版。登场于作品《恐龙帝国》，是平成哥吉拉的最终作，也是这一次怪兽王的最终决战。本集大头目怪兽 Destoria 的起源，则连接到了最早1954年的初代哥吉拉。简单说，就是当年为了干掉哥吉拉，秦泽博士使用的氧气破坏者，意外也唤醒了在东京湾的无氧微生物，然后这个微生物就不断的突变进化，变成了这个最终头目。哥吉拉1995年版，通称红莲哥吉拉，主要因为它的心脏核反应失控啦，造成温度从体内不断的上升。简单说，就像是一座随时会爆炸的超大能量自走核电厂。但因为这个能量过载，因此破坏力可以说是全平成哥吉拉系列之冠了。当然也因为承受这个极度的痛苦，所以它基本无视任何攻击哦。你打我，我就打你，你没打我，我还是会爆炸这样。这个模具用红莲哥吉拉的样貌，这一次算是第3次使用啦。前2次我都没收，很可惜。比较起来，第2版还带烟特效的版本最赞啊！尤其背面的尾巴背鳍，只有第2版才有涂装哦，而且有烟特效零件呢。但严格来说啦，这个模具其实是 SHM 系列最早哥吉拉的改版。当初因为过于低下的躯干可动性，因此以红莲哥吉拉的样貌重新制作，同时修改了模具结构。最明显的就是增加腹部的可动关节啦，还有过于脱窗的双眼，还有那个后刀。拉近来看，本款整体涂装还是依照出版的模式啦，因此除了尾巴的背鳍没有涂装之外，颈部后面还有2侧也都没有涂装。身上半透明的部分同样可以透光哦。与出版不同的是，胸腹部与大腿的部分多了一些金色的喷涂，有加分啊，可是那个程度有限，然后我看不懂。头颈部依靠里面的2段主关节，活动度算是不错啦。另外刚开合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哦，需要多多拉伸，让它比较松。嘴巴当然是可以打开啦，不过舌头零件是固定的。身体是3节式，因此活动度比起多数同系列只有2节，当然提升很多啦。但这个设计在近期的几款平成哥吉拉都没有采用哦，反而是比较往造型还原的方向啦，所以都改回2节式了。手臂其实哥吉拉的左右边手脚模具都不是单纯的镜像哦，因此2边的可动幅度会有一定的不同。整体的活动度就是个哥吉拉标准啦，毕竟平成版哥吉拉的手部动作本来就比较不多啦。另外，本款竟然附属了一堆造型的替换手手啊！腿部虽然这个模具也是比较有活动性的设计，但整体来说就是个哥吉拉标准啦。大腿根部是可以稍微往前拉开的，所以活动度会稍微再提升一点。不过外形的空隙就会变得比较严重哦。尾巴虽然长度有维持，但这时候的模具活动度没有现在的高，不过基本角度都还是可以胜任啦。3款红莲哥吉拉分别有不同的附属品，出版是2台原作中一击死的雷射战车，第2版就是烟雾特效键啦，而本款则是附属了大出力红色原子爆射特效键。讲是这样讲啦，但这个其实就是 SHM 出版哥吉拉的特点。本频道哥吉拉开箱常常会拿来用的那一个特效键，同样模具只是颜色不一样，但仅是颜色不一样，魄力也不一样，有附属还是很不错了。另外，因为70周年，所以附属了一块上面有哥吉拉剪影的70周年地台，就一块地台啦。然后因为哥吉拉也不会飞，所以不能装支架，好像也很合理。与1989年版相比，89年是平成版哥吉拉的第2次登场，整体的外形差不多已经定调。虽然设定上是同一只哥吉拉，不过95年版的比89年版的大只，所以外形在视觉上也就大了一圈哦。与1991年版相比，91年跟95年2版的差别就在95年是心脏的核反应暴走，不过玩具上91年版的模具是新的哦，外形上的呈现也比较密合，缝隙处没有95年版那么的明显，而且我私心觉得91年版的脸修得比较好看。与2023年版相比，2023年版是目前日系的最新造型，风格跟平成版差异度不小，背鳍很尖很刺，不过同样是粗壮感满满。但单就头的造型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偏爱平成版。最后加码2019年的好莱坞版红莲哥吉拉，这一版就是真正字面上的正在燃烧的哥吉拉。不过 SHM 版的看起来就是一尾熟透的瞎子啊，
零件间的涂装色差蛮严重的哦，有燃烧感，但也有很严重的断层感。平成版哥吉拉的最终形态，以自身的性命作为代价的最强破坏神。虽然最后的结局是撒的到处都是啦，但也被同种族的小哥吉拉全部吸光光，变成新一代的怪兽之王。老模具直接拿出来用，这万代老招式了，大家都很清楚。不过因为这红莲哥吉拉实在太具有一定的经典地位啦，更何况我放了2次好球没打，这次再不出手不就要被3振了吗？至于整体表现，除了增加金粉涂装，我还是觉得有点问号之外，这个模具本身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对于来势汹汹的品牌，没有趁70周年巩固自己的产线地位，这个也是挺万代的。总之，本款算是补完我个人的遗珠，就算比起来没有第2版好，但也算是一了心愿啦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